大家好，歡迎到坎記士多。香港人咧一向都好中意去旅行嘅，有時間咧就飛去周圍嘅地方放鬆下，日本啦、韓國啦、台灣啦，甚至乎東南亞地區都係非常之方便又快捷。既然移居咗嚟英國，就當然要探索下歐洲唔同嘅角落。今次咧，我哋一行6個人，其中5個咧更加係接近或者已經退休嘅長輩。我哋用咗8日嘅時間，挑戰人生必去嘅國度。一個以前覺得遙不可及，而家千零蚊來回機票已經去到嘅地方，就係冰島 Iceland。喺呢8日，我哋會展開超過1500公里嘅行程。我哋自己揸車環繞冰島1周，當中仲要行山越嶺，踏過碎石嘅山頭，迎住狂風暴雨，都係為咗捕捉最震撼嘅自然景色。呢個旅程非常之艱辛，但係咧就超級難忘。我哋會分3集同大家分享下。第一集就講下點樣用有限嘅預算，同大家分享下當地嘅生活成本、租車、油費、住宿，最重要咧就係中伏嘅提醒。之後第2、3集我哋再分享下其他壯麗嘅景點。如果你諗住將來去下冰島或者了解呢個地方，千祈唔好錯過啦！睇片之前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， 撳埋個鐘仔，仲要用 Super Thanks 支持我哋。好 ，Let's go！冰島嘅面積大概咧就係103000平方公里，大概係90幾個香港，但人口咧只有39萬至到40萬，每平方公里只有大概3.8個人，遠低於香港每平方公里嘅6800人噶。但係經濟方面咧，冰島嘅 GDP 就大概係90280美金，喺全球咧排名第5添噶。當然佢嘅生活成本亦都非常之高。總括嚟講，就比香港貴大概20%。今次我哋就由英國嘅曼城出發，前晚瞓咗2-3個鐘，就搭神咁早6點幾班機，去到冰島嘅首都雷克雅未克。一落機，我哋第一時間當然就去攞車啦。點知機場入邊嘅 counter 每一間就係我哋網上邊租嗰間公司嘅。原來租車公司會派職員喺接機大堂嗰度接載啲乘客去攞車。如果當佢哋出咗去嘅時候，接機大堂就冇人接應我哋啦。最尾我哋就要打電話聯絡翻租車公司，等候咗一段時間，終於就攞到車啦。我哋採用咗呢個嘅逆時針方向，由北玩翻去東，再去南部，再翻西部，用8日時間走遍冰島唔同部分。對我嚟講，呢個絕對係一個新嘅挑戰。因為我咁耐以嚟都未揸過左軚車，而一揸就要揸上咁長時間，穿越咁多個地點。不過更加大嘅挑戰呢，我哋就要面對天氣變幻莫測嘅時刻。我試過遇上超級濃霧，視野剩翻1至2個車位，路窄多彎，亦都穿越過一啲非常之唔平坦嘅石路，感覺呢就好似揸越野車咁樣，充滿挑戰性。最後我哋都順利咁樣完成8日行程。挑戰成功。旅行之前，相信大家都好關心就係相關嘅支出。我哋租咗一部自動波嘅7人車，亦都算係一部新車嚟嘅。8嘅租金連埋保險就大概9000蚊港幣。冰島嘅油價係全球接近第2高，大概係港紙19至20蚊，比英國就大概高出4成。但係相對香港依然係平啲㗎。所以如果喺香港揸開車嘅朋友，就會覺得呢度嘅油價相對都仲係平。由於我哋去嘅時間係大概6月尾，係屬於旅遊嘅旺季，所以住宿嘅價格都算高嘅。我哋預算就係每人每日大概就300幾至到500蚊之內。最尾就住一間 hostel 同埋幾間嘅民宿，2間 apartment， 另外仲有一間就係溫泉旅館，分佈晒響冰島嘅唔同角落。我哋快手咁樣睇下呢個住宿 tour 先。呢間位於冰島嘅西北部，
本身咧就係一間農場裏邊嘅民宿嚟嘅，環境非常之清幽。佢位於一個小山坡上邊，有山有海，佢自己亦都可以成為咗個打卡點啊！裏邊嘅環境亦都非常之傳統舒適，業主更加留咗一支新鮮嘅農場牛奶俾我哋試飲添。呢間 hostel 就位於佢嘅第二大城市阿夫萊利，下邊咧係一個酒吧，酒吧非常之熱鬧，所以比較多噪音。但係比較有特色嘅咧就係佢用咗好多嘅巴士舊座位，成為酒吧嘅座位。設施咧就欠奉啦，當然價錢咧就相對低啲，平均每人咧就唔使400蚊。跟住咧就講下最貴嘅，佢位於冰島嘅最北面。佢係一間 apartment， 我哋總共咧有2間房，每間房咧有3張床，瞓得都幾舒服嘅。佢外觀咧雖然就唔算太靚，但係裏邊嘅設備咧就非常之齊全，而且裝修都幾好噶。平均每人咧就大概500幾港紙，喺冰島嚟講都算合理。當然最值得推介就係一間溫泉旅館，佢就遠離咗呢個 Ring Road 1號公路，額外咧咁樣行大概1個鐘頭車程先去到嘅。只不過佢又充滿咗特色，佢有2個露天嘅溫泉，而裏邊嘅裝修更加充滿呢個北歐風情，木製嘅牆壁，而且員工嘅服務態度非常之好。雖然呢旅程嘅時候要特登咁樣揸過去，唔算順路，但係佢隔籬亦都有一個瀑布，對住大自然嘅景色，浸住露天嘅溫泉，感覺咧都非常之舒服寫意。揸咗幾架車喺中途咧揀咗呢個地方休息下 relax 下，浸下溫泉，絕對咧係值得推介嘅。而每人嘅價錢平均咧亦都大概係400蚊，相當之合理。相信睇過我哋住宿嘅片段之後，都發現咧其實呢個價位嘅住宿普遍嚟講咧都唔算太差嘅，適合一啲 budget 唔太多嘅家庭。講完住宿，我哋咧就睇下其他嘅物價啦。喺冰島其他日常生活嘅物價都比較高。首先我哋去到當地嘅最平價嘅超級市場 Bonus， 佢每一個商鋪都會有4個好大嘅數字，唔知大家估唔估到佢哋係代表啲乜嘢呢？其實就係佢哋嘅營業時間，所以大家就算揸住車嘅時候，一眼咧就望到佢哋係咪開緊門，可以咧方便去購物。以下咧係一啲價錢嘅小參考，我哋咧就用一般正價嘅價錢去同大家比較下啦。即食麵最平大概係3蚊一包，一排磅包大概咧係40幾蚊港紙，乳酪大概30蚊，最平嘅火腿一包咧就大概係30幾蚊 ，Energy Drink 大概係15蚊 ，Bonus 牌嘅薯片類零食就大概咧係20幾蚊包，餅乾啊等等咧都係10零20蚊。計落雖然係比香港嘅貴，但係咧又未至於非常之驚人。如果你係一啲 budget traveler， 去超市買定嘢咧，使費都唔會太高噶。行程咁辛苦，當然就唔可以淨係食超市嘅嘢食啦。冰島嘅羊同埋呢個嘅三文魚係出名好食嘅。我哋其中一餐就去咗油站附近嘅一個餐廳食，我哋叫咗 pizza、漢堡包同埋羊架，價錢就係130蚊至到去240蚊港幣左右。當中嘅羊咧煮得非常之好食，羊肉肉汁鮮嫩，絕對係今次行程嘅 VIP。去到大城市嘅時候咧，都會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嘅。我哋就去咗個美食車，食咗啲熱狗。大家又估下，平均咧每一條熱狗大概幾多錢？佢哋價錢咧就係60幾到70幾蚊，喺冰島嚟講都尚算 OK。如果講到大份又多人食嘅話咧，我哋就要去 IKEA。
IKEA 嘅餐廳呢，都非常之吸引當地人去食。我去嘅時候都大排長龍，無論係最貴嘅火雞腿、三文魚同埋呢一個嘅牛肉漢堡，價錢呢就係110至到120蚊左右，味道亦都非常之唔錯，可以盡情咁樣吃個飽。分享完啲飲飲食食物價之後，就到咗重要嘅提示。旅行呢最怕就係中伏噶啦，不過今次我哋都中咗幾個伏。第一個伏喺冰島呢，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免費停車位。當你見到啲靚嘅景點嘅時候，你可以兜過去影下幾張相，然後上翻車繼續行程。但係有唔少嘅旅遊景點停車場都要收費嘅。我試過有一次就係睇唔清楚，就係見到有個位，不如就喺嗰度休息下。點解轉到去嘅時候，發現原來佢係要收費噶。行翻出去睇下佢個收費牌幾細個，就係咁轉一轉入去就要收大概港幣70蚊。當然佢係任你拍嘅，但係其實呢個呢本身呢都唔係一個預計嘅行程之內，所以呢我哋就簡簡單單行咗少少路，去咗個廁所，享受咗佢一啲設施之後，逗留呢大概10零分鐘，繼續趕上我哋嘅行程。有少少呢就嘥咗錢啦，所以提示就係喺自駕遊嘅時候呢，當你想休息下揾一啲停車位嘅時候，特別留意去附近嘅指示，尤其是睇下有冇呢個嘅閉路電視。第二個中伏位就係小心超速。小心超速。喺英國揸慣咗咧用 miles 咁樣行走，有陣時咧都唔覺意踩快咗噶。喺嗰邊咧都係同香港一樣，都用時速每公里咁去計。喺第二日嘅行程，由於咧掛住傾偈，加上咧啱啱遇着呢個大斜路，咁樣咧就唔覺意就超咗速。突然對面有一部警車，喺呢個時候佢就響咗呢個警號，而我哋都乖乖地咁樣慢慢停喺路邊。佢掉個頭過嚟，除咗講解呢個嘅罰則之外，仲將我帶到去佢嘅警車嘅裏邊，亦都有人生第一次咁樣坐警車。佢喺車上邊同我簡單咁樣落下口供，吹波仔，解釋啲法律嘅條文之後，佢同我講：如果你唔俾罰款嘅話，你可以而家即刻監禁4日。究竟你會選擇罰錢定係坐監4日呢？由於行程得有一個司機，所以我哋只係可以焗住咁樣揀罰款啦。最後尾佢原本呢就係罰款冰島錢5萬蚊，同埋基於我哋係遊客同埋即時付款嘅關係，佢罰款係會打折，就罰咗37,500蚊。嚟翻港紙呢，大概2400蚊左右。所以提下大家喺冰島揸車呢，除咗要留意住有冇呢個嘅超速鏡頭之外，亦都要留意住對頭車。而我之後亦都集中精神睇住呢個嘅車速顯示。第三個伏位，我哋好多時旅行呢，都而家都會靠 Google 嘅。有時候我哋見到一啲景點，就想 Google 幫我哋帶路啦。但係我哋試過去到某啲景點嘅時候，其實係冇車路嘅，所以你揸到過去，你都可能要行走一大段路。亦都試過有一啲車路呢，其實係好似越野賽咁樣樣，充滿泥濘。所以我哋部車亦都由第一日非常之乾淨，同我哋一樣經歷過風風雨雨，最後咩全車都污糟邋遢。經過咁多日行程，我哋開始明白點解嗰度租車嘅價錢比較貴啦。因為有啲道路並非完全平坦，而且仲要花大量嘅時間去清潔添。如果你真係好怕咁污糟嘅車，有啲加油站有埋水槍俾我哋可以洗下車，有啲甚至乎有吸塵機幫車廂裏邊吸下塵，都算係幾貼心嘅設施。仲有我第一次就揸呢一個柴油車，喺旅程嘅中途，部車突然之間出咗 warning， 提示我哋要加呢個 AdBlue。AdBlue？Red Bull 就識。最後聯絡翻呢個嘅租車公司，佢叫我哋去附近加油站嘅便利店揾一揾，最後真係揾得到，自己就加落去，然後同租車公司 claim 翻錢，輕鬆咁樣繼續行程。總括而言，冰島雖然生活水平都好高，但係如果事前規劃得好，
其實咧都可以用有限嘅預算完成整個嘅旅程㗎。下一集我就會帶大家去到冰島最令人着迷同埋震撼嘅景點，一齊睇下大自然嘅壯麗，同大家分享下我覺得10大最值得去嘅景點，一齊睇下瀑布、冰川、火山等等。想睇嘅千祈唔好錯過。下一集我哋再見，拜拜。